底下给它测量啊。4岁的宝宝咱们起45针，高度达到24厘米，从零测量，底下最宽的地方测量。我这个呢是38厘米啊，我勾的是一个38厘米的帽宽，就是帽围的宽度。38厘米呢就适合啊41到43的头围带。头围减去3到5厘米就是帽围的宽度。如果你想要个确切数，咱们就给它测量头围啊。感谢姐们的关注啊！等会儿给你开车，我看看你的熊猫帽好看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几分钟我给你开车，姐妹。来，咱们结束的时候呢，要从帽檐结束啊，不要从帽顶。亲爱的小伙伴，结束的时候一定要从帽檐结束，不要从帽顶结束，因为咱们缝合是从下往上来缝的。先预留帽檐的线头的长度啊，来1倍啊，2倍、3倍，3倍的长度。再来缝合的是帽顶和帽身和帽檐，帽身和帽顶哈，1倍、2倍啊，3倍多。咱们上面这一块呢，红色线要给它预留3倍半啊，要不然这个线它不够用啊。来找出咱们的缝合针，教大家缝合帽子。感谢咱们姐妹的关注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有保姆级教程送给大家，姐妹们可以去领教程啊。点了关注不迷路，方便大家看教程。后期更新的新款教程，姐妹不会错过。小关小柱咱们点起来啊，后面咱们还会更新新款。每关2排会形成一道鼓起的棱，这道棱呢算作一根鱼骨。鱼骨的底下呢有一根红着的线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咱们立的那个辫子针拐弯的那根线啊，咱们就挑这根红着的线，咱们把这2个小角呢要给它连接起来啊，把这2个角给它连接起来。哪里选线？等会儿给你开车，桂兰姐妹不要着急啊。来看一下，姐妹靠近自己这个边呢，咱们起针的这个边起的是辫子针，挑了1次的半根线，勾了第1排，还剩下半根线，这就是剩下的半根线啊。13岁的帽子起多少针？13岁的话，咱们起一个50针，高度达到27厘米，帽顶是9针，帽檐是12针啊。来，后面有个里衫，看到没有？半根线的后面有一个红着的线叫里衫，咱们挑里衫缝合啊。然后对应针墨，对应的是挑外半针缝啊，缝就这样给它缝。因为这个帽子咱们起多少针勾多少针，中间没有加针没有减针，所以说呢，你起的这个针数跟咱们最后这一排勾完的针数是一样的。咱们一针对应针的缝合就可以啊。2岁的宝宝起44针啊，高度达到23厘米。来，半根线在这儿啊，然后呢后面有个里衫，来对应的第1针啊，第1针的外半针啊，挑外半针来给它缝合。来，里衫第2个啊，咱们第2个针目的外半针啊，就这样给它缝。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。有教程送给大家，姐妹们可以去领免费的教程。点了关注，咱们不迷路，方便大家看教程。后期更新的新款呢，咱们点了关注之后呢，后面就容易刷得到啊，就不会错过了。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给咱们家大宝小宝们安排起来啊。每个宝宝头上都缺顶帽子，姐妹出门必备啊！你送给哪个小朋友他不香？前几天勾这一成套勾的姐妹太多了，都是勾好送人的。小孩子他都喜欢啊，这些小帽子，特别是这些小动物的帽子啊，小孩子可喜欢了。亲爱的小草姐妹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教程就出来了。是的，你3团线的话，会给你送2个熊贴，姐妹。那不是钉上，是粘上的。你觉得不放心的话，也可以给它钉2针。来，咱们帽檐咱们结束了啊。帽檐结束之后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。咱们帽檐就缝好了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感谢你们关注啊！咱们缝好这个帽子呢，它不分前后，也不分左右啊，不分反纵面。来，咱们把这个线头啊，跟开始那个换线那个线头呢，起针换线线头给打结固定啊。感谢小草的礼物，欢迎咱们家小草姐妹。哎呀，瞅瞅来就来吧，还捎礼物来的啊！感谢支持哟。一起来勾好看的帽子啊！感谢大家的关注。大家把这个线头给它用缝合针藏到织片上去啊，我这就不藏了，因为我还得拆掉给大家演示用。来，接下来咱们要缝合的是帽身和帽顶啊，继续缝，往上缝合。这个帽子简单好学，容易上手啊。2周岁不到3周岁起多少针？44针。亲爱的咱们家系列猫起44针，高度达到23厘米啊。起针咱们起44针，高度达到23厘米。帽顶呢是8针，帽檐呢咱们是12针哈。感谢小伙伴的关注。好的，一起勾起来啊。等会儿我还会教你起针，你也可以稍等等我，我等一下我教你起针，你可以先去勾着。
等一下我把这个帽子缝好之后呢，会从头开始教。想要看起针的姐妹啊，咱们可以把针和线找出来。咱们一场直播呢，得教好几顶帽子，你都不需要担心学不会的啊。1岁的宝宝起针起43针哈，高度达到22厘米。半根线的后面有一根红的线叫里山，对应的第一个针，对应的外半针来给它缝合。缝合就这样给它缝哈。来啊，下一个半根线后面里山对应外半针。感谢咱们家人们的关注啊！里山对应外半针，红色那个帽子好可爱呀！耳朵怎么勾？有教程送给你，姐妹，你刷到我的直播间，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啊！点个小关小猪去看教程，在主页作品里都有教程送给大家。我用的是4.0的钩针，亲爱的姐妹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视频教程就出来了。姐妹们去领教程啊，先把教程收藏起来，咱啥时候有空啥时候学啊，超级方便。点了关注，怎么不迷路？方便大家找教程。后期更新的新款教程，小伙伴也不会错过啊。宝宝的年龄不一样，起的针数是不一样的，可以把咱们家小宝贝的年龄打在公屏上。等一下我教你起针，姐妹，等我把这个帽子缝完啊，把这个帽子做完之后，我还会从头教啊，你都不需要担心学不会的啊。有专业的老师指导啊，哪个地方看不明白，我给你比划2下子，咱们就会了。这个帽子简单易学，好上手，比较适合新手小白。零基础啊，咱们扩多少？开心，什么是扩多少？啥是扩呀？咱们把问题再重新打一遍啊。扩是什么东西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有教程送给大家。5到6个月的宝宝起42针，高度达到21厘米。一起来勾好看的帽子啊！天气冷了，姐妹啊，给咱们家大宝、小宝、大侄子、小外甥、7大姑8大姨安排起来。戴上你勾的帽子是又柔软又舒服啊！你冬天一出门，哎呀，暖暖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动耳朵，然后呢，咱们看着宝宝舒舒服服的啊，咱们心里也是美美滋滋的啊。主要是咱们自己动手勾的，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喜欢。来，里山对应的是外半针啊，咱们缝合就这样缝合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有保姆级的教程送给大家。姐妹们不用担心学不会啊，感谢开心的点赞。开心姐妹再重新打一遍啊，你的问题没有看明白。来，现在缝合要缝合帽顶了哈，姐妹，帽顶同样的方法也是里山，看到没有啊？半根线的后面有个里山，对应的是针目的外半针。因为这个帽子起多少针勾多少针，中间没有加针也没有减针啊，所以说呢，咱们起的针数跟你最后勾完的这一排针数它是一样的，是可以对称的起来的啊。来继续啊，里山对应外半针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有教程送给大家，姐妹们去领教程啊，有保密教程送给你。咱帽边就缝好了，帽边缝好之后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，姐妹。这个帽子缝好之后，它不分反正面，不分前后，你用哪一面当正面都行。缝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咱们教大家收帽顶哈，教大家收帽顶。这个红色线呢，它有点反光。哎呀，感谢咱们家巧秀的礼物啊，感谢巧秀的支持哟。是中午下午好，亲爱的巧秀姐妹，来把帽顶给它拉开啊，拉开之后你会看到鼓起道道的棱，这道棱呢算作一根鱼骨，咱们就从2个小辫子针中间从这里入针给它缝合帽顶啊，给大家收帽顶。有的姐妹收的帽顶不好看啊，你要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勾啊，去缝，它这个帽顶就好看了。感谢咱们小伙伴的点赞。线现在是在顶上啊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你给它这样缝的话是个斜的，它就不对称了。那咱们要先把这个线从后面，看到没有？从后面第2针上给它落下来，从这里给它出针哈，看到没有啊？出针要落到第2针上来，这样呢，你再去给它缝合，它就是个平的了。要不然线在顶上，它一拉下就难看了。来，空一根鱼骨缝一针，看不清是吧？给它拉开你就看到了。第1根鱼骨控制不缝，从第2根入针；第3根鱼骨控制不缝，从后面往前入针，从第4针上来啊。第5根控制不缝，从第6根入针啊。第7根控制不缝，从第8根后面往前入针，就这样缝合啊，一直围绕帽口给它缝合一圈。上点头像，下点头像，视频教程就出来了，姐妹们可以去领免费的教程。点了关注呢是不迷路啊。扩是多少针？你说宽多少针？是不是？宽需要测量宝宝头围，头围减去3到5厘米就是帽围的宽度。我用的是4.0的钩针，亲爱的姐妹。
想要学起针，马上教你。这个帽子我马上就要完工了啊，把帽顶收口，做个毛球，然后咱们这一顶帽子就结束了。然后呢，还会从头开始教。想学起针的姐妹，去把针和线找出来啊。等一会儿我从头教你钩啊。石鼓的它是一个中粗线，亲爱的武器姐妹，它不是一个粗线，也不是个细线，是一个中粗线。感谢咱们姐妹的关注啊，来继续往下给它钩啊。继续缝合啊，空一根缝一针，你不要一会儿空一根，一会儿空2根啊，姐妹，那样缝合的帽子它是不均匀的啊，那就影响美观了。我贵的宝宝宽度是多少呀？测量一下头围，姐妹，头围减去3到5厘米就是帽围的宽度。你也可以呢勾到34个鱼骨左右啊，给它试戴一下。来看到没有啊，姐妹们，咱们空一根后边没有了啊，咱们就从落针，咱们刚刚这一针往下落的地方呢，再给把这个线给它穿过来啊。怎么选线？等会儿给你开车。头围一样宽吗？头围当然不一样宽呀，姐妹。宝宝年龄不一样，头围也不一样，你就不用说年龄不一样。有些小宝宝同样的年龄，他头围就不一样宽呀。怎么选线？等会儿教你啊。等会儿给你开车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啊。用的是4.0的钩针，要看你用多粗的线，亲爱的依然。来，第一圈帽顶咱们就缝好了啊，线跟钩针要匹配。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每空一根鱼骨会形成一个小角，空一根鱼骨会形成一个小角啊，形成很多小角。咱们捏起这个小角，我用的是4.0的钩针，看到没有啊？咱们侧边有2根红着的线，咱们就捏起这个小角，从侧边这2根红着的线啊，从这里入针，再把这个帽口呢给它围绕一圈啊，缝合一圈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个帽顶呢会更结实、更牢固、更美观啊。来挑第一个小角。八股情人棉，4.5或者5.0的钩针。那情人棉那个线比较粗啊，比较硬，不建议给小宝宝钩啊，可以给大人钩。情人棉不建议给小宝宝钩啊，那个线又硬又粗。感谢姐妹的关注啊，欢迎大家可以给大人钩。感谢刘丽的礼物，哎呀，欢迎咱们家刘丽姐妹啊，你瞅瞅来就来吧，还捎礼物来的，你这串门不空手啊。好，够了37个鱼骨啊，也可以测量头围。头围减去3到5厘米就是帽围的宽度啊，鱼骨数呢是不标准的啊，同样年龄的宝宝头围是不一样的。感谢咱们姐妹的关注啊，来咱们围绕咱们这个帽口所有的这个小角再给它缝合一圈啊。小宝宝用什么线钩？当然用我这种线呀，姐妹，棉绒线啊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头围好像有40多啊，47、8呀，47、8。大宝宝吗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头围47、8的话，你给它钩宽度钩到44啊，44就行了。来，最后一个小角啊，咱们跟哎呀，这缝了2根线啊，最后一个小角啊，看到没有？到小尾巴这里结束了这一圈，缝好之后呢，再在第一个小角上再给它顺上一针，这样呢手尾就衔接起来了啊。来，咱们这个帽顶呢，一共给它缝了2圈啊，亲爱的小伙伴。接下来咱们给它收一下帽顶。隔一个鱼骨缝一针，静静，隔一个鱼骨啊，不是隔一针，隔一根鱼骨缝一针。来，咱们就把这个帽顶收口啊，把它用力拉啊，拉紧。大家呢给它收到最紧啊，非常好看的一个小帽顶啊，看到没有？咱们收这个帽顶啊，又平整又美观又漂亮。如果你想用这一边当正面，咱们就把这个线头呢打结固定啊，用缝合针藏到对面去。如果你想用反面当正面都可以啊。明霞。哇塞，手真巧，你也很巧。咱们朝霞呀，每个姐妹都长双巧手呀，只不过有的姐妹她就是舍不得用啊。咱们给它拉到最紧，我就不拉紧了，姐妹，因为我还得拆掉给大家演示用，我就不拉紧了啊。感谢咱们姐妹的关注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来给它打结固定啊，打个死结，把线头呢你给它藏一下线，咱们翻过来看一下效果啊。感谢咱们小伙伴的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它这个帽子钩好之后，它不分反正面啊，姐妹。看到没有？翻过来效果也非常漂亮，跟你正面是一样的。这个帽子它不分反正面，不分前后的啊。我是没有拉紧，线头还跑出来了。给它拉紧之后，线头就不会出来了啊。好看不？如果给爸爸妈妈钩、爷爷奶奶钩、给老公钩，咱们就钩个简单的帽顶就可以啊。越简单越大气。如果给小朋友钩，可以做个毛球呀，做2个，做1个，做个小龙角，做个兔子耳朵啊，都好看。来，咱们给大家做毛球啊。
感谢姐妹的关注啊！不会做毛球的姐妹看过来，漂亮！感谢依然的夸奖，哎呀，终于有人夸我了，感谢依然姐妹的夸奖啊！你看这个小帽子啊，姐妹，非常好看的一个小帽顶啊，我这没有拉紧啊，线头跑出来了，你给它拉紧啊，会更好看。新手眼睛会了，眼睛会了，小手就会了啊，就会了。眼睛会看，小手就勾的款式。来教大家做毛球球啊！不会做毛球的姐妹看过来啊，直播间是包教包会的。毛球呢，咱们要用毛球器啊，亲爱的小伙伴。毛球呢，怎么做毛球要用毛球器？找出咱毛球器啊，你选线的时候呢？